诸位啊，咱们今天算是正式开讲了，你们竖起耳朵好好听。这个故事里的每一个转折，都藏着能让你们避坑的命理天机。我跟大家讲，现在的人啊，都不懂，总觉得投胎是个技术活。大家平时凑在一起聊天，总爱说：“哎呀，你看人家某某某生下来就在罗马，含着金钥匙出生，这命多好啊，对不对？”你们是不是也这么想过？但是今天我要用易经的规律，狠狠地点破大家这个盲点。你以为的天胡开局，在懂命理的人眼里，往往是一场极其可怕的天谴。为什么这么说？咱们来看看今天这位主角，这位摩港圈星二代，1980年，他的出生在当时的香港演艺圈，那绝对是一场大地震。为啥？因为他的出场配置实在是太高了，高得吓人。他老爸是当年叱咤风云，人称四爷的某老牌风流天王，他老妈是风华绝代的某届港姐冠军。这种配置让他一降生就自带超级流量。出生当天，医院外面就密密麻麻堵着50多家八卦小报的长枪短炮。才出生1个礼拜，他就被报上了某知名刊物的封面，创下了全亚洲年龄最小的上封面纪录。诸位，听起来是不是风光无限？但这恰恰是厄运的开始。古人的智慧，咱们得好好学。易经里有一句话，也是天地间最根本的规律，叫日中则闷，月圆则亏。太阳到了正中午，接下来就一定要偏斜；月亮圆到了极点，接下来就一定要残缺。这就是道法自然。一个人如果在他刚出生，毫无修为，毫无功德积累的时候，就强行让他享受了这世间最顶级的关注、名气和财富。这在命理上叫什么？这叫阳气过亢，也叫福报提前透支。诸位记住了啊，福报这个东西就像银行存款，你一个婴儿自己没往里存过1分钱，一出生就把整个家族的信用卡刷爆了，老天爷能不找你算账吗？这就叫德不配位，必有灾殃。老天爷给的每一份看似免费的礼物，背后都在暗中疯狂地标着天价，这就是他必须承受的原罪。我们再从八字命理的角度来拆解一下。在命理学中，父母、长辈、外界给你的庇护和资源被称为印星。一般来说，命中带印星是好事，代表有贵人相助，吃穿不愁。但是凡事就怕一个吉字。这位星二代，老爸是天王，老妈是港姐，身边的干爹干妈全是圈内的大佬，他命里的印星实在是太旺了，旺到了铺天盖地、密不透风的地步。命理学上有个专业术语叫母旺子相，但如果过度了，就成了土多金埋，或者水大木漂。简单来说，就是父母的光环太大，直接把这孩子给活埋了。全世界都拿好了剧本，等着他按照规矩长大，做下一个讨人喜欢的风流公子。他该说什么话，该怎么笑，该走哪条路，早就被安排得明明白白。他的名字不叫他自己，他的名字叫某天王的儿子。你试想一下，如果把你放在这样一个密不透风的罐子里，你能喘得过气吗？我看过太多这种八字的命主，10有8九最后都会变成毫无主见的纨绔子弟，彻底废掉。但是咱们这位主角为什么能成大事？因为他命局里藏着一股极其刚烈的伤官和七杀之气。七杀代表什么？代表叛逆，代表斗争，代表绝对的破坏力。他偏偏是个最恨被人安排的人，命运让他做乖乖仔。
他体内的七杀之火就疯狂燃烧。于是他开始用一种最激烈、最笨拙的方式，拼了命的要去撕碎那本别人给他写好的剧本。剧本让他唱那种温柔深情的流行歌，去讨好小女生。他偏不，他背着吉他，一个人跑到某海外岛国，一头扎进最狂躁、最叛逆、最不赚钱的摇滚乐里。因为摇滚乐在五行中属火金交战，最能发泄他心中的压抑。剧本让他对着镜头微笑讨好观众，他偏不，他永远冷着一张脸，遇到不想理的记者直接翻白眼。剧本让他顶着星二代的光环，他偏要在所有场合用一种近乎执拗的姿态，反复强调他自己的名字。你看啊，他后来表现出的一切叛逆、不羁、冷漠，你以为他是耍帅吗？错，他是在自救，他是在五行失衡的绝境中，本能的想要抢回自己人生的方向盘。他内心那股最原始的冲动，就是在向天地呐喊：我的人生必须我自己说了算。诸位啊，这个道理你们一定要明白。命运就像河流，你改变不了流向，但你能改变自己的位置。这份对人生掌控权近乎偏执的渴望，也成了他日后建立庞大商业帝国最底层的驱动力。但是抢夺天机、违逆父母铺好的硬心大道，是要付出极其惨痛的代价的。老天爷看你不想坐副驾驶，想自己开车，好，那老天爷就会用最残酷的方式告诉你，自己开车的代价是什么。等待他的将是2场几乎让他万劫不复的生死大劫。他不想按别人写的剧本走，非要自己抢方向盘。可是命运这东西残酷得很啊！你想自己开车，老天爷往往会先让你把车给撞毁，让你彻彻底底明白强行逆转因果的代价有多么惨重。你们看我平时给大家做解说，画面永远是极简的黑白灰、纯黑的背景，连个多余的人物剪影和花哨的文字都不出现，甚至连我每一句话讲完，每一口呼吸的停顿，我都严格控制节奏。为什么？因为易经讲究大道至简，不需要花里胡哨的装饰去扰乱你的心神。天地的规律往往就藏在这最纯粹的阴阳黑白之中，容不得半点喧哗。但他当时的人生环境恰恰就是太嘈杂了，满天的喧嚣和嘘声，硬生生把他的运势给搅烂了。等待他的是2场几乎让他永不翻身的生死大劫。1996年他刚出道的时候，顶着那么巨大的光环，结果呢，他在民间的观众缘极差。大家要想明白一个道理，在那个年代，普通老百姓都在拼死拼活地打拼谋生，而一个含着金钥匙出生的星二代，毫不费力就能拿到别人做梦都不敢想的顶级资源。这在社会集体心理中就引爆了一种极其可怕的负面磁场，原罪的仇视。大家潜意识里就想看这个高高在上的天之骄子狠狠摔一跤，出个大丑。再加上他不懂得收敛，他没有像其他偶像那样谦逊微笑、低眉顺眼的去讨好粉丝，他时常面容冷酷，眼神里带着不屑。他带回来的音乐又是狂躁的海外摇滚，在当时温情脉脉的流行歌坛里，简直就是噪音。这3点一叠加，导致他在出道后长达4年的时间里，无论走到哪，迎接他的都是漫天的嘘声和盗采。诸位，在风水命理中，几万人的嘘声，那是一种多么恐怖的声煞和阴性磁场啊！这种负能量天天压着你，使个人都会崩溃。在紫微斗数里，这叫破军星化暗，
反噬其主。破军星本身就是一颗冲锋陷阵、极具破坏力的星曜，一旦失控，那就是伤敌1000，自损800。这股巨大的压抑，终于在1999年的一场大型演唱会上被彻底引爆。当熟悉的盗彩声再次响起时，舞台上的他在唱完最后一个音符后彻底爆发了。他不再是个偶像，而像一头被逼到绝境的困兽。他高高举起手中那把价值过100万的定制吉他，用尽全身的力气猛地砸向舞台，哐的一声巨响，木屑横飞。第二天，全港大大小小的报纸头条无一例外地把他描绘成了一个暴力、失控、情绪不稳定的问题少年。主流媒体和家长群体对他口诛笔伐，叛逆、教坏小孩的标签，被这一砸彻底死死焊在了他的命运上。如果说砸吉他只是一场精神车祸，那么紧随其后的第二场车祸，直接让他滑向了法律和运势的绝对深渊。故事发生在2002年3月一个下着小雨的凌晨，香港中环，一辆黑色的法拉利跑车失控撞向了路边的花坛。开车的人正是这位星二代。人在惊魂未定的时候，最容易做出改写命运的错误决定。他当时没有选择马上报警，而是打了一个电话给经纪公司，随后离开了现场。不久之后，公司安排了一位司机来到现场，向警方承认是自己驾车肇事。诸位啊，这就是当年轰动全港的顶包案。这就是当年轰动全港在易经的智慧里，成与正是大家一定要把耳朵竖起来听好，是支撑一个人运势不塌的地基。人非圣贤，孰人无过？你开车撞了花坛，这是个过则改之，善莫大焉，承担后果就完了。但是你撒谎，你找人顶罪，你想用资本和特权去掩盖因果，这就叫欺天，这就叫逆天道而行。你以为小聪明能瞒天过海，但在天地因果这本大账上，给你记得清清楚楚，报应往往来得雷霆万钧。果然没过多久，某官方级别的反贪执法部门直接介入调查。当他被执法人员从家中带走的照片登上了所有媒体版面的时候，他的人生彻底死机了。公众的怒火如火山喷发，撒谎者、特权阶级毫无诚信，这些极其负面的词汇把他死死钉在了耻辱柱上。最终的判决结果出炉，罪名成立，他的演艺事业全面停摆，所有代言广告被撤，形象彻底崩塌。他被迫宣布暂别圈子，从云端直坠谷底。在当时所有人的眼里，这个名字已经彻底死了。我跟大家讲，很多人遇到灾难总觉得是自己倒霉，命不好，其实你们错了。老天爷往往会在你悬崖勒马之前狠狠地给你一记闷棍。对于他这种狂傲的天之骄子，如果不经历这种毁容级的大劫，如果不把他的傲气、虚荣和赖以生存的虚假名气彻底打碎，他早晚会死在自己的狂妄里。易经里有一卦叫剥卦，说的是事物衰败到了极点，但紧接着还有一句话叫剥极必复。当所有的虚假、繁华、外壳都被剥落殆尽之后，最内核的生机才会重新萌发。老天爷把他打入地狱，其实是给了他一次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绝佳机会。也正是在这段被全世界抛弃的时间里，他终于参透了一个极其深刻的商业与命理真相，从而开启了他那不可思议的复仇与逆袭之路。换作一般的年轻艺人，这时候早就崩溃了，
要么抑郁退圈，要么一蹶不振。但是这位新二代在彻底死机的这段时间里，非但没有沉沦，反而参透了一个极其深刻的命理真相。他想通了什么呢？我跟大家讲，他想通了虚与实的阴阳转化之道。他发现靠名气这个东西吃饭实在是太脆弱了。舆论今天能把你捧上天，明天就能瞬间把你踩进泥里。在命理学里，公众的情绪和名气，五行属水，而且是无根之水。水这个东西变幻莫测，你根本抓不住。他意识到自己绝对不能再把命运的缰绳交到这帮虚无缥缈的无根之水手里。他必须建立属于自己的拥有核心技术的实体资产。实体属什么？实体属土，土能克水，土能生金，这才是真正能稳固运势的压舱石。那么在这个连走在街上都会被人骂的绝境里，他该怎么翻身呢？易经的第一卦叫乾卦，乾卦的第一爻有一句千古名言，叫潜龙勿用。什么意思呢？就是当龙还潜伏在深渊里的时候，当你的运势极度低迷，外界环境对你充满敌意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冒头，不要去强出头证明自己。你要做的就是隐去自己的身形，在暗处默默积攒能量。他把这一招用到了极致。故事的起点其实是在他出事的前一年，当时他花了100多万去拍一首朱大哥的 MV， 结果呢，成片交到他手上，特效极其粗糙，质感极其廉价，气得他差点当场把电视机给砸了。他亲自去追查，结果发现了一个让他既愤怒又无奈的行业潜规则。当时的香港演艺圈看似繁华，其实是个空壳子，所有大制作的后期特效，本地根本做不了，必须把素材空运到海外，不仅要忍受天价的费用，甚至还经常被供应商用二手机器忽悠欺诈。这次被坑的经历就像一道闪电，让他看清了这个行业巨大的痛点。一个念头在他心里扎下了根，既然别人都做不好，我为什么不自己做？2003年正是那场席卷全城的流行病爆发的时候，各行各业愁云惨雾，而此时的他事业停摆，早年的积蓄也消耗殆尽，老天王父亲还背着一屁股债，更绝的是家人也极力反对。他那位曾是港姐冠军的母亲直接对他说，咱们家就没有做生意成功的命，你爸爸就是最好的教训。诸位啊，如果在风水命理上所有人都告诉你不行，而且大环境又是凶相环生，这时候最考验一个人的定力。他没有退缩，他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觉得疯狂的决定。他毅然决然地走进了银行，把自己名下唯一一套用血汗钱买来的房产直接抵押了，换来了几百万的启动资金。他在一个极其不起眼的角落里创立了一家只有11名员工的后期制作公司，而他给这家公司定下的第一条也是最铁的一条规矩，就是绝对不允许对外公开他创始人的身份。他太聪明了，他太懂得负面磁场的破坏力了。他知道以他当时臭大街的名声，一旦外界知道这是他开的公司，立刻就会招来玩票、想洗白、不专业等铺天盖地的嘲讽。于是他开始了一场长达8年的潜行战争。在这8年里，他就像一个商业间谍一样，过着隐姓埋名的双面人生。有一次发生了一件极其考验他修为的事。那天他正在公司里，恰好一位跟他很熟的大导演来洽谈业务。
为了不暴露身份，他只能像做贼一样，立刻躲进旁边一间极其狭小的配音室里，大气都不敢出。结果就在一墙之隔的会议室里，那位大导演对公司的员工说：“你们的技术确实很棒，但是说实话，这个广告里的主角，也就是这位星二代本人，我们非常讨厌他的形象。”诸位，你们想一想，换做以前那个会当众砸吉他的狂傲少年，听到别人在自己的地盘上这么骂自己，能忍得住吗？绝对冲出去掀桌子了，对不对？但是那一天，他躲在那个小黑屋里，死死地咬着牙，把这句话听得一清二楚，一声没吭。这就是道家讲的厚黑与隐忍，这就叫受国之垢，是为社稷主。当一个人能够忍受别人无法忍受的屈辱，为了一个长远的目标而彻底压抑本性的时候，他的命运就已经在悄悄地发生核爆级的逆转了。刚开始创业的时候，他把拍戏时那种不要命的狠劲全带到了公司里，对员工极其严苛，大家私下里都怕他。有一次他出差回来，发现一个员工在工位上睡着了，不问青红皂白，当场就把人家开除了。后来高管告诉他，那个员工为了赶项目，已经连续熬夜30多个小时了。这件事深深地刺痛了他。他开始明白，做生意不是打打杀杀，做实体经济，其实做的是人心。从那以后，他变了。他从一个让人恐惧的老板，变成了会给大家买宵夜，会跟员工一起打地铺，亲自一针一针计算汽车轮胎旋转特效的兄弟。这种对人心的风水调理，很快就显化出了巨大的威力。2007年，一家财大气粗的竞争对手，开出5倍的超高薪水，试图一口气挖走他公司里20名最核心的技术骨干。所有人都以为公司这下完了，但他怎么做的？他没有用钱去砸，他把这20个人叫到一起，坦诚地说：“我给不起5倍的薪水。未来怎么选？是留下来一起把我们的梦想做完，还是去拿高工资？你们自己决定。”第二天，结果出来了，20个人里有19个人选择了留下。这就是道的力量。靠着这种近乎屈辱的隐忍，对极致技术的偏执，以及一颗彻底收拢的人心，这只潜伏在深渊里的巨龙开始疯狂生长。短短几年间，那些以前只能把业务送往海外的国际车企、大牌银行，甚至顶级的本地品牌，全都成了他们公司的长期客户。到了2011年，他这家神秘的公司已经占据了全港广告后期制作60%以上的市场份额。老百姓在电视上每看60秒的广告，就有36秒的特效，是出自这家由一个劣迹艺人偷偷建立的科技帝国。他的这段创业故事，甚至被全球顶尖的商学院选为了 MBA 教学案例。2011年，当他终于觉得公司足够强大，第一次以创始人兼 CEO 的身份站在媒体镜头前时，整个舆论界都疯了。人们这才如梦初醒，原来在过去的8年里，这个他们口诛笔伐的问题少年，已经在所有人的眼皮子底下悄悄建立起了一个年净赚过亿的实体帝国。他打赢了，他不再依赖星二代的光环，他用无可辩驳的实力，把命运的缰绳死死地攥在了自己手里。你想想，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刚经历了身败名裂的低谷，突然之间手里又握着大把大把赚来的真金白银，换作是娱乐圈里其他的年轻小伙子，这钱会怎么花？肯定是去买限量版跑车，买名表，甚至去挥霍炫耀，把当年丢掉的面子狠狠地补回来，对不对？但是他没有
这也是我今天最想跟诸位分享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命理和财富真相。这位星二代做出了一个让当时所有圈内精英甚至投行高管都看不懂的决定。他没有选择继续大肆扩张他的科技版图，也没有去买那些迅速贬值的消费品，而是用了一种最古老、最笨也最保守的方式，把这些钱全部砸进了地砖里。为什么？我跟大家讲，这就叫做土旺聚财，厚德载物。诸位记住了啊，在咱们命理五行当中，钱财这个东西其实是属水的。水是什么特性？水是流动的，是变幻莫测的。水往低处流，稍微有个缺口，这水就漫山遍野跑没了。这就叫财来财去一场空。很多人八字里带有偏财运，能赚到大钱，但是为什么最后又破产了？因为他命里没有土去拦截这个水，土能克水，也能聚水，只有深厚的大地才能把这股汹涌的财富之水化作一个源源不断的聚宝盆。经历了前面那2场几乎让他永不翻身的大劫难，这位星二代的心里其实一直充满了极度的不安全感。他太明白那种昨天你还是天王老子，今天你就一文不值的失控感了。他在采访里曾经不经意地说过一句极其朴素的话，只有6个字：砖头不会跑路。诸位啊，这6个字简直就是把风水学里土星守财的精髓给说透了。他心里非常清楚，要在这片变幻莫测的商业汪洋大海里永远不翻船。光有一面进攻的快帆是不够的，他必须为自己的人生大船装上一块最坚实、最沉重的压舱石，而这块压舱石就是核心地段的商铺房产。时间回到2005年，那一年他才25岁，当时整个香港的楼市还没有从那场席卷全城的流行病阴霾中完全恢复过来，市场上哀鸿遍野，大家都捂着钱袋子不敢投资。这在易经里叫什么？叫剥卦之末，阴气极盛，但阳气马上就要复苏了。这往往是绝佳的抄底时机。就在别人恐惧的时候，他像一匹嗅觉极其灵敏的狼，逆势而行，直接砸了2080万港币，一口气买下了香港心脏地带中环某核心商业街，咱们姑且叫它百花街的3个黄金铺位。当时他那位带了他很多年的王牌女经纪人觉得他简直是疯了，经纪人甚至苦口婆心地劝他，你买这些铺子的钱都够你舒舒服服去拍10部大制作电影了，你干嘛非要去赌这种死砖头？但他根本不听。为什么他非要买中环的商铺？在风水格局上，中环是什么地方？那是整个香港金融和商业的绝对龙脉所在。这条龙脉上汇聚的是全亚洲乃至全球的极强气场，而那条百花街更是游人如织。风水上说，人流即水流，水流即财流，每天几十万人在这条街上走过，这就是源源不断、生生不息的活水啊！他把自己的资产牢牢地定在这条龙脉上，就是在借用这片大地的极强旺气来滋养自己的运势。可能有朋友会说，哎呀，他就是运气好，瞎猫碰上死耗子买涨了而已。诸位，如果你们这么想，那就大错特错了。到了2014年，他准备继续买下这条街上第26号铺位的时候，发生了一个极其生动的细节。据那条街上的一位老牌茶餐厅老板回忆，在决定买铺子之前，这位星二代亲自跑去实地考察了。大家猜猜他是怎么考察的？他没有带什么保镖助理，也没有搞什么大阵仗，
他就戴着一顶鸭舌帽，穿着极其普通的衣服，一个人像一根木头一样，在那个铺位对面的街口，整整站了1个多小时。他站在那里干嘛？他是在亲自盯着这条街，用自己的眼睛去数单位时间里到底能有多少人走过这个铺面。他是在亲身感受这个地段的气场和人流。我看过那么多豪门大佬，很多人买地买楼都是看报表，听汇报，但真正深谙风水命理的生意人知道，任何数据都会骗人，唯独这块地真实的气是骗不了人的。你要亲自去接这个地气，你才能判断这铺子能不能生财。这种对细节的偏执，足以说明他早已不是个冲动的买家，而是一个极其精明的、会认真计算风水气场与投入产出比的老手。经过长达10年的持续扫货，他在这条寸土寸金的百花街及周边区域，足足拿下了至少6间核心商铺，如今的总价值早已突破了8亿港元，光是每个月躺着收租，就有上百万的现金流进账。港媒因此送了他一个响当当的外号——百花街铺王。除此之外，他在北京朝阳区的绝对黄金地段还购置了800平米的顶级豪宅。诸位啊，讲到这里，你们看出他商业布局里的太极阴阳了吗？易经讲一阴一阳之谓道。他创立的那家科技后期公司，那是高风险高收益急速狂奔的产业，属阳，是他用来开疆拓土刺破一切阻碍的最锋利的矛。而他在中环的核心商铺，那是极其保守雷打不动旱涝保收的有形资产，属阴，是他用来抵御周期对抗所有风险的最坚固的盾。有了这群永不枯竭的现金奶牛，他的商业帝国就有了最绝对的安全底线。就算哪一天他的科技公司不赚钱了，就算哪天全网又开始骂他了，甚至就算香港演艺圈彻底垮了，那又怎样？中环的砖头不会跑，每个月上百万的真金白银照样准时打进他的账户。这就是厚德载物的绝对力量。有了这块坚不可摧的压舱石，进可攻，退可守，他终于可以毫无顾忌地拍拍身上的尘土，走向一张风险更高、赌注更大、也更加血腥和刺激的牌桌了。这位新二代在香港中环买下了一整条街的核心商铺，这在命理风水上叫什么？叫土星锁财。他给自己造了一个极其稳固的压舱石。这时候他的底盘已经彻底稳了。一个底盘稳固的人就不怕风浪。于是当他的后期制作公司这台印钞机稳定运转，当地产堡垒这块压舱石稳稳落定之后，一个更具诱惑力也更凶险的全新牌局就在他面前徐徐展开了。这个牌局叫做资本市场。在咱们易经五行里，金融资本属什么？属水，而且是滔天的巨浪。水人载舟，亦人覆舟。普通人如果没有土去克制，盲目加杠杆冲进资本市场，往往会被淹得骨头渣子都不剩。但是他现在已经有了深厚的地产之土护身，他终于可以毫无顾忌地去玩转这滔天的资本之水了。如果说创办公司展现的是他作为建造者的实干，那么接下来的一系列操作将彻底揭示他在命理上极其冷酷精明的枭雄本色。他不再满足于赚那点辛苦钱，他开始运用老子《道德经》里讲的太极借力，4两拨千斤，去撬动常人无法想象的财富。时间来到2014年，当时他那家后期制作公司可谓是如日中天，是全香港金融圈无数大佬眼里
最炙手可热的香饽饽。所有投行精英都劝他赶紧拿着公司去按部就班的申请上市吧。按理说这是好事啊，对不对？但是他拒绝了。为什么？因为按照常规流程上市，审查多，速度慢，而且极其被动。他骨子里那股欺杀的叛逆和掌控欲再次发作。他不走寻常路，他选了一条极其迅猛，也极其体现商人手腕的路子，借壳上市。这在36计里叫借尸还魂，在命理格局上叫移花接木。那一年10月，他就像一头潜伏在暗处死死盯着猎物的饿狼，突然出手。他以个人名义砸下1.23亿港元，用极其低廉的价格精准地收购了当时市面上某一家业绩平平、市值极低的港股老牌空壳公司近1/4的股权，一举拿下了这家公司的控制权。紧接着一招极其完美的资本魔术上演，他迅速把自己手里最优质的资产，那家后期制作公司，直接注入到了这个买来的空壳里。诸位，你们猜结果怎么着？消息一公布，这家原本半死不活的空壳公司股票复牌当天就像坐了火箭一样疯狂飙升，超过了100%。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他最初投进去的那1.23亿，在短短的1夜之间，账面价值直接暴涨到了2.6亿以上。他连一滴汗都没流，1夜之间净赚超过1.4亿港元。这叫什么？这就是典型的借力打力。他不用自己费劲去排队上市，直接买个便宜的壳子，把自己的好东西装进去，让市场的情绪去帮他把价格抬高。整个过程干净利落、快准、狠。就连他曾经的老板，某位叱咤香港娱乐圈几十年的巨头掌门人，在接受采访时都忍不住感叹，他真的是太聪明了。所有人都得对他竖大拇指。大家以为当了上市公司的老板就是他的终点了吗？错。真正懂命理规律的人都知道，易经的核心在一个字变。事物发展到了顶峰，如果不主动求变，就必然走向衰败。这就是亢龙有悔影视特效这个行业，技术更新换代极快，每天都在疯狂烧钱。他很清楚，靠自己一家公司的力量，天花板是很明显的。于是仅仅过了2年，2016年，他又做出了一个让全香港惊掉下巴的决定。他把自己辛苦栽培了10几年的亲儿子，那家后期制作公司85%的绝对控股权，以超过1.3亿港元的天价，直接卖给了一家拥有深厚好莱坞背景的顶级特效巨头公司。这家巨头公司可不得了，那可是给好莱坞顶级海难大片、某超级英雄系列电影做过特效的，甚至还掌握着能让某已故华人田歌天后、某已故世界级流行天王在舞台上全息复活的顶尖技术。当时很多人看不懂了，都在骂他，你这不是败家子吗？自己辛辛苦苦养大的摇钱树，怎么说卖就卖了？诸位啊，这恰恰是他作为顶级资本玩家最精明、最懂五行流转的一步大棋。这在商战里叫做一石三鸟，在命理上叫做见好就收，全身而退。第一只鸟落袋为安。他在公司估值最高、最赚钱的时候，把大部分股权换成了实打实的上亿现金，揣进了自己的腰包。这就是把虚幻的估值火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经第二只鸟保留火种，他没有全卖，他手里还留了15%的股份。这样一来，这棵树以后不管长多大，结出的果子照样有他的一份。第三只鸟借梯登天，他不仅拿了钱，还利用这次交易直接换来了
这家好莱坞巨头公司大中华区业务负责人的霸气头衔。他直接跳出了香港那个小池塘，站上了与全球顶尖资本对话的国际大舞台。你们看看，这是何等的智慧！不执念于过往，不在巅峰处死磕，顺势而为，这才是真正合乎天道的生意经。如果说上面的操作是在公司层面的博弈，那么接下来讲的这一个案例，彻底颠覆了所有明星赚钱的认知。他把空手套白狼的命理玄机发挥到了极致。咱们都知道，普通明星是怎么赚钱的，无非就是接个代言，某品牌给你1000万，你去拍几天广告，摆几个造型，合约一到期，大家一拍两散。这在咱们玄学里叫做割草，割完一茬就没了，靠的是出卖自己的皮囊和名气。但是他呢，他接触某国内知名国民运动品牌的时候，干了一件让整个业界目瞪口呆的事。他敏锐地察觉到了这家企业未来巨大的潜力，于是他向品牌方提出了一个极其不可思议的方案：我不要你们那几千万的现金代言费了，我要拿这笔钱换你们上市公司的股权。诸位啊，这就是认知维度的降维打击啊！他在干嘛？在五行中，明星的名气属火，虚无、绚烂、发光；而实体企业的股权属金和木，实体、生长、增值。他这是在干嘛？他是在用自己的名气之火去入股实体，换取能够持续生长的股权之金。他不再是一个看人脸色拿工资的代言人，他摇身一变成了这家品牌的主人之一。他从收租的变成了收福利的合伙人。结果呢，老天爷再一次证明了他毒辣的眼光。随着这家国民运动品牌股价的一路狂飙，他这笔当初看似1毛钱没拿的零成本投资，最终在账面上为他带来了超过5500万港币的巨额浮盈。这件事一出，彻底把他和娱乐圈里那些只会拿代言费割韭菜的小明星划成了2个完全不同维度的物种。你们想想，前面咱们讲了，他左手握着最顶尖的科技公司，右手拿着中环一整条街的商铺，背后还玩着上亿级别的资本杠杆。按常理说，这种级别的商业巨头平时应该在哪儿？是不是应该在几百平米的顶层办公室里抽雪茄，或者在游艇上喝香槟？但是这位星二代没有，他干了一件让所有商业分析师都大跌眼镜的事。他脱下西装，系上围裙，一头扎进了油烟缭绕的厨房里。很多人笑他，说他这是不务正业，说他堂堂一个大佬怎么去当厨子了。诸位啊，这就是凡人的眼光。今天我从易经和风水的角度给你们扒一扒这背后的惊天玄机。他不仅不是在玩，他是在借这把最猛烈的纯阳之火给自己重塑今生。大家记住了啊，在风水学里，家里的厨房是什么地方？厨房五行属大火，是整个家宅的财库和食禄所在。古人常说食色性也，民以食为天。厨房里的这把火不仅能把生食煮熟，更能炼化世间的万物。这是最接地气，也是最具有生命力的道场。他在经历了人生的起伏、事业的打拼和各种感情的风波之后，内心其实是非常疲惫的。他发现只有在厨房里切菜颠勺，看着烈火烹油的时候，他内心的那股七杀的狂暴之气才能得到彻底的安抚。他通过给家人做菜，重新建立起了自己和这个世界的温情链接。
这就是道家讲的借火炼心。但是一个骨子里流淌着绝顶伤人血液的人，怎么可能仅仅满足于自娱自乐呢？当时正赶上国内有一档极其火爆的国民美食纪录片横空出世，整个社会对美食的关注度达到了历史的最高点。他敏锐地嗅到了这股时代的气韵，他决定要把自己平时在厨房里把玩的这把火，变成照亮整个商业帝国的三昧真火。娱乐圈里其他的明星搞餐饮是怎么搞的？不就是自己出个名，找人合伙开个火锅店，开个面馆，然后让粉丝去排队送钱吗？这在命理上叫做格局太小，他一出手直接就是降维打击。他没有去开什么传统的餐厅，他做了一个极具野心的决定，他要打造一个以他个人为核心的超级美食 IP， 咱们姑且叫它某味。这个 IP 怎么打响？他直接动用了自己手里最锋利的矛，他那家顶级的后期制作公司，他把一档原本普通的做菜综艺硬生生拍出了顶级好莱坞大片的电影质感。不仅如此，他连请的嘉宾都是直接刷爆了他10几年攒下的人情卡。大家听好啊，全亚洲娱乐圈最顶流的那帮人，什么某宾性话题女王，什么某大眼国民女星，什么某金像奖影帝，什么某 K 歌天王，半个演艺圈的大佬全被他拉来当了座上宾。在节目里，他不辞辛劳，跑到大雪山上去挖松茸，跑到海外滨海里去抓帝王蟹。他把对食物的偏执跟朋友们的真实人生感悟全给炖在了一口锅里。这一招聚气之法简直绝了，节目一播，瞬间成了现象级的爆款。据内部人爆料，光是这档节目的前2季就给某视频平台带来了每个月高达 1.5 个亿的巨额广告收入。而他本人除了天价主持费，还要拿走总收益 15% 的巨额分红。诸位，如果故事只讲到这，那他也就是一个成功的综艺咖。但他是一个真正的商业架构师，他非常清楚，综艺的流量再大，那也是五行里的火，火光再耀眼也是虚的，烧完就没了。真正能锁住财富的，是必须把这把火淬炼成实实在在的实体资金。于是他开始疯狂地推出实体商品，某味曲奇、某味拌面，还有后来在各大电商平台卖疯了的某味派烤肠。在这个阶段，咱们必须得把明星做餐饮的照妖镜拿出来照一照。现在的人都不傻，你看那几年某搞笑男星开的火锅店被加盟商集体维权拉横幅，某大提琴才女搞个自创品牌，一件极其普通的浴袍卖1000多块钱被全网追着骂抢钱。还有某华语流行天王挂名的奶茶店，因为又贵又难喝，最后落得个一地鸡毛。这些明星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在因果律上，这就是贪念太重，德不配位。他们只想仗着名气搞贴牌，只想赚快钱去割粉丝的韭菜。但是这位星二代呢，他直接化身成了一个极其恐怖的偏执狂产品经理。2021年，他带着自己的烤肠，找到了当时全网最火的某顶流带货女王，某头部直播机构的老板娘合作。试吃的时候，那位带货一姐也是个直性子，当场就挑毛病说：“你这个肉肠一口咬下去，汁水不够爆。你换别的明星，可能就敷衍过去了，说哎呀，粉丝买单就行了，管那么多呢。”但他怎么做的？他听完二话没说，连夜买机票飞回了加工厂。
直接换上无菌服扎进了生产线。他死死盯着研发团队，前后把那根烤肠的猪肉肥瘦比例精准调整了足足178次，硬是把肥瘦比例死死卡在最完美的数值。为了实现那种一口爆汁的口感，他甚至跑去找了国内某顶尖食品科研高校，引入了极其昂贵的零下196度液氮锁鲜技术。在工厂里，连包装膜的厚度他都要求必须精准到0.03毫米。诸位啊，你们听听，这就是当年为了一个汽车轱辘特效能熬3个通宵的人啊！他把做世界级电影特效的那种工匠精神原封不动地砸在了一根只要4块5毛钱的小烤肠上。他哪里是在卖烤肠，他分明是在贩卖他那历经千锤百炼的个人修为。这种对因果负责、对产品极致死磕的态度，构成了对所有只知道赚快钱的明星一场彻头彻尾的降维打击。结果就是这根小小的烤肠在短短4年内卖出了超过3.3亿根，累计创造了15亿元的商业神话。到了这一步，他彻底封神了。他不仅成了首位被某国际权威美食指南授予荣誉的华人，他的实体美食品牌更是一口气铺到了全国160多个城市，入驻了超过15000家门店，甚至启动了海外500家门店的扩张计划。到此为止，他不仅把厨房变成了自己的炼丹炉，更是把某位这个大 IP 彻底变成了可以自我造血、日进斗金的庞然大物。他把最容易被反噬的名气炼化成了有极高技术壁垒，并且真正好吃的产品护城河。这才是命理中最高境界的虚实相生、阴阳转化。当我们把他旗下所有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产业全部放在一张风水沙盘图上的时候，一幅极其宏大、精密，而且充满了生生不息能量的五行生克自循环大局就彻底清晰了。大家看好了，这不是几个散装公司的拼凑，这是一个极其完美的商业与命理的生态闭环。属火的能量源头，他打造的那档请来半个娱乐圈的顶级美食综艺，就像是普照万物的太阳，它源源不断地散发着热量，为整个系统提供最关键的人气、眼球和情感共鸣。这就是火的生发之功。属土的承载之基，他精心塑造的那个美食超级 IP， 就是承载一切的土壤。它有故事，有养分，有厚度。没有这片土，所有的流量火烧完就没了，那是无根的浮萍。属金飞木的丰硕果实，从这片肥沃土壤里长出来的，就是那些一年能卖10几个亿的烤肠、拌面等实体消费品。这是整个阵法将无形的关注度转化为有形真金白银的最终产物。极其锋利的金属农具，曾经那家隐姓埋名搞起来的顶尖后期制作公司，以及他手里掌握的顶级制作资源，就是这片土地上最先进的收割工具。它确保了太阳的光芒永远是最耀眼的，果实的卖相永远是最完美的，定海神针般的大地龙脉。最后他在中环，在北京砸下重金买下的那些核心地段的商铺和房产，就是整个生态系统脚下最深、最稳固的基石。任凭外界风云变幻，这片基石每个月都能提供源源不断的现金流、活水，确保整个系统绝对不会干涸可死。而在这个极其恐怖的风水沙阵正中央，矗立着整个系统的总设计师，也是唯一的证言。
那就是他本人。看到吗？诸位，所有的商业板块不再是独立的财务报表，而是像命运的齿轮一样环环相扣，五行流转，彼此赋能。在这个大闭环里，他完成了人生最伟大的一场炼金术。他成功地把自己最大的资产，也就是他本人的名气，从一种极其容易被舆论反噬的无根之水，彻底锻造成了一个拥有极强护城河，可以源源不断生财的金石堡垒。一路走来，他用了20年的时间，亲手撕碎了老天爷最初硬塞给他的那个叫做某天王儿子的烂剧本。他摔过吉他，他穿上过西装，他面对过几万人的嘘声，也赢得了最顶尖商学院和资本市场的尊重。他曾在电影里用命去跳楼，也曾在深夜的工厂里为了一根烤肠的肥瘦比例彻夜不眠。他早就不是一个任由别人摆布的明星了，他是一个用天道规律彻底重塑了自己命运架构的狠人。好了，全盘拆解完了。咱们今天这堂课林林总总讲了快1万字了。我知道你们平时杂事多，脑子容易忘。我这人就是操心，就像老师怕学生考不及格一样。今天我再给你们保姆及第画最后一遍重点，我再啰嗦最后一遍。这几个易经里几千年总结出来的改命真相和风水秘诀，你们打死也别放，一定要时时刻在脑子里。顺境时怕飘，谨记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当你轻而易举得到大名大志、暴富发大财的时候，千万别觉得是你自己有多牛。你的修为、你的容器如果装不下这么大的福报，老天爷一定会用极其惨烈的方式连本带利的收回去。这时候你要做的是赶紧低调，多做善事，把多余的福报散出去。2，逆境时要长，牢记潜龙勿用，引人不发。当你倒霉透顶，全世界都在骂你，干什么都不顺的时候，不要去争辩，不要去强出头，像他躲在小黑屋里听别人骂自己一样，咬碎了牙往肚子里咽，把所有的精力全用来打磨自己的硬本事，百炼成钢，等大运一到，你自然能一飞冲天。3，赚到钱要稳，懂得土旺聚财，厚德载物。普通人赚了钱，第一反应是买豪车、买奢侈品去显摆，这叫漏财。真正的高手赚了钱，立刻换成核心地段的砖头，换成最稳固的优质资产，给自己建一个旱涝保收的护城河，永远不让自己暴露在随时会破产的风险里。做事要绝用因果律去做你的产品，不管你是卖烤肠还是卖服务，你糊弄消费者，其实是在糊弄天地因果，最后反噬的绝对是你自己。拿出做电影特效那种疯魔的偏执狂精神去打磨细节，产品本身过硬，才是你这辈子立于不败之地最强的风水。但是诸位啊，我说句掏心窝子的话，今天咱们聊了这么多易经、八卦、风水、命理，讲了各种神乎其技的商业操作。可是到底什么是世间最顶级的风水？我现在明明白白地告诉你们，最好的风水根本不在哪个楼盘上，不在中环的哪条街上，最好的风水其实就是这颗人心。最好的命运其实就是你每天的一言一行积累下来的修为。你看这位男主，如果他当年没有在谷底彻底顿悟，如果他没有放下狂傲去体恤员工，如果他没有死磕产品的良心，他就是买再多的铺位，老天爷也有办法让他一夜之间输个精光。所以周易里才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没有厚德，你根本载不住这泼天的财富。我今天苦口婆心给大家讲这些，就是为了点醒有缘人。你们看完这个视频，千万不要只揣在自己兜里。为什么？因为在咱们古人的智慧里，法布施传播智慧的功德是最大的。你把这个视频转发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发到你们的家族群里，这不仅仅是在分享一个名人的八卦故事，你这是在帮他们认识因果，帮他们在人生的低谷期找到一束光，帮他们改变命运啊！你想想看，如果你身边的朋友因为看了这套易经的智慧，懂得了不要在逆境里瞎折腾，少走了一段弯路；如果你家里的晚辈懂得了潜龙勿用，不再心浮气躁；如果你的生意伙伴懂得了厚德载物，开始做良心买卖，一个人改变了，就能影响一个家庭；一个家庭改变了，就能彻底改变整个家族的运势。这就是因果，这就是福报。你的这一次看似不经意的转发，可能就真的救了谁一生的命运。这就是你在为自己、为子孙后代积累的无量功德啊！诸位啊，如果我今天讲的这些老祖宗的道理，这套改命的心法，对你有哪怕那么一点点的帮助，让你心里豁然开朗了，请你一定要动动手指，给本频道点个赞，然后用力点下关注。我为什么总是让大家互动？在命理上，这叫做能量共振。你的每一次点赞，每一次转发，每一条留言，都是在向宇宙释放一种积极求变、向善求好的强烈信号，都是在为你自己和你的家人积聚极强的正向福报。来，现在就在评论区留下你今天看完视频最大的感悟，或者如果你什么都不想说，就直接在评论区打出一句“为家人祈福，结好运”。我们这么多懂易经、求上进的同道中人聚在一起，几千人、几万人一起留下善念，咱们就能在这个频道里形成一个极其强大的正向能量磁场。你不信，那咱们就拭目以待。只要你心诚，只要你照着古人的智慧去修你的心，去走你的路，看看接下来的一年，你的生活会不会因此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好了，今天这场将近1万字的玄学大课就上到这里，讲得我口干舌燥，但是只要能帮到你们，一切都值得。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咱们下期视频再接着用大白话给大家解开这个世界的玄机。祝大家福慧双增，咱们下次见。